开始啦！好，嗨，大家好，大家好，你看博主就是主动，我是九九。我的新频道叫做沙巴漫游，就欢迎大家过去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想放最后一个趴说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说完了。OK， 好，特别好，这个也一下子带来了这个欢乐的气氛啊，你都不需要 ice breaking。那我们今天请到九九，我是觉得他身上有两个点非常特殊。首先，他是生活在东马的沙巴，这是还好啦，这也算正常，对不对？那第二个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我跟九九聊天，他都会跟我大大的宣扬沙巴有多好，从教育、生活，大家对沙巴的误解等等等等。今天我跟九九就是连线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沙巴到底有多好。九九，如果说三个你觉得沙巴好的地方会是哪一些地方？我觉得三个，第一个就是生活成本、教育成本，还有三个还有什么？自然风光。我从来没来过沙巴，从来没有来过，你一定要过来玩一下。沙巴雅比跟仙本那都非常的火爆，在各个国内的平台上面，其实现在开始很多人都在推广。那雅比其实是马来西亚第二繁忙的机场，国际机场来讲，它是第二繁忙的。那我们这其实南韩的游客是多过中国游客的。他们来这边背着高尔夫来，对，他们都是周末，比如说礼拜五晚上买个张机票就过来了。九九，你在沙巴已经是住了多久了？我住了其实快2年了，在这边。所以你从美国一开始就到了沙巴，还是有经过其他的城市的居住？其实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到处去跑，我们在美国跑了很多个州，都发现比加州要好。那我们其实当时已经要搬了，那既然美国都已经逛了一圈，就在东南亚再逛一逛。其实我们有去台湾，我们很喜欢台湾，就是当时一度是真的在办签证要去台湾的，但是后来因为台湾还是有些东西不太稳定，那我们就决定还是来宝爸的家乡，就是沙巴。对，他在这边出生的。丈夫的家乡，所以肯定是非常熟悉。你来之前，你对沙巴是怎样的想象？对他了解多少？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有来沙巴这边旅游。就我觉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没什么感觉的，你不觉得它特别好，但是它后劲儿很大。你回去之后，你会讲怎么搞的？就比如说我回美国，我吃一碗面，对，我吃一碗面要20多美金。我想说，我这在沙巴才10块钱左右。质量在美国那边的还未必有在沙巴的好，我就会觉得说，我这钱好像就白花了。对，还有这边它又是一个慢生活，这边的人也非常的好，怎么讲？它是种族非常的和谐。那像在美国以前还很好，但是现在就真的不太行了，只是现在两极分化的非常严重。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环境其实对孩子的成长也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所以其实是我最后一个决定要搬的。我老公是已经决定要搬，大概1-2年之后我才决定说好吧，搬吧。除了你刚刚讲的在治安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还有一个是教育，要发展你必须要有中文。是中文他不会说就很吃亏。那在美国，其实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一堂课有时候要花到可能50到100美金，请私教，老师上门来给我女儿补中文。但是我幼儿园给她补，一去到小学之后，你上个1-2年的小学全英文的环境，完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也是这个。对，他一上来就全英文，所以我觉得是挺头疼的一件事情。你回来以后，我不知道你花多少时间去适应，完全居住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去适应在沙巴的生活？可能1-2个月适应了，这边还是蛮好适应的。这边的温度，我觉得是比西马那边至少要低个2度左右。对，它并不是说你想象的这么热。所以我们有观众来了之后，他也去过槟城，也去过吉隆坡，他就说：“我真的没想到这边天气。”其实是可以忍受的，就不像在新加坡、吉隆坡，在室外你会一出去没多久就全身都是汗嘛，那边不会。这边一个是它气温比较低，森林覆盖率大概63%左右，所以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热带环境，而且这边有海风，
它海风一吹，就基本上没有说特别的热。这也是你刚讲的，相当于是自然环境这方面，它就是气温了。我觉得温度，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比加州更适合我的。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开空调，我是可以从早到晚都不用开空调的。但是我的2个孩子跟我老公就一定要开空调，所以我们电费还是大概400马币左右一个月。我们家是500，也差不多。我们水费20马币一个月，还是很便宜。对，煤气你们那边是管道的还是送上楼的那种？就是一罐一罐的。对，我们是50马币2罐，我用了1年半还没用完。我们家做菜比较多，2个月要换一罐。你们2个月就要换啊？我们每天都在家做。哦，怪不得。那我是完全没有用。这特别有意思，这是更新我们慢慢一点更新我们对沙巴的认知。你刚讲到适应，我再了解一下，小孩子适应吗？他感到开心吗？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开，因为太难了。你想想，他们华小3种语言，他们只会英文。马来语我看了一下我儿子的功课我都看不懂。小学1年级的功课我都看不懂。再看姐姐的，我觉得她实在太厉害了。全部对于我来讲，好像天外的那个文字，她居然能写对，而且还是4年级的比较难的那种。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子的适应能力就不要小看他们。虽然他们之前那1年是挺痛苦的，因为华小是没有冷气嘛。所以全部都是热热的。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基本上都有冷气，但是政府学校是没有冷气的。但是这里真的是我想观众朋友应该会一起跟他2位小朋友点赞，一个4年级，一个1年级，一个很小，一个已经读书了一阵子了，他们只会英文，但是到了这个环境，3种语言一下子你给他上强度，到了第2年就已经现在是可以很好的适应，而且他们进的是华小现在已经可以了。朋友们，您在马来西亚除了沙巴还去过其他地方吗？我们去过吉隆坡很多次，因为我美国就比如说我要 renew 我的 passport， 就一定要去西马的领事馆。看过你那一它就是各种各样的，它不是一次过跟你讲清楚。那一次完了之后，我们回去说你东西好了，你过来，又跑回去。所以去了吉隆坡很多次，顺便又去了槟城、怡保、新山，我也去了。我就觉得说。我最喜欢怡保，就算在西马，我还是喜欢自然景色比较多的地方。那一定是你给沙巴的打分是最高的，是吧？对，其实怡保的分数也很高啊。我很喜欢怡保，对。那我来跟你了解了，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来过，你怎样吸引我说这个沙巴真的很好，跟你们很不一样，你很值得过来住一住？对，比如说，因为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就像在这边外籍人还是可以读中的嘛，在中学阶段。那读中他学费1年才1万马币，那这个就对于就非常的友好，这个价格。就比如说像吉隆坡的随便一个国际学校，至少都要3万到4万1年，好一点的可能5、6万，你们的可能要10万，是很贵。那我想说，我10万块钱，我整个中学阶段都已经供完了，就是1年的费用。我们这边是供整个中学阶段，所以我所知道，沙巴其实有9所独立中学，有5所是可以收国际生的，他拿到 KDN 准证是可以收的。我想西马我们跑过一些读中，应该也是可以进，也有观众朋友小孩子放在读中，但是它又有一些名额的限制，因为毕竟人也是比较多，国际学校的选项也会比较多，形成一些竞争。这个算是在教育方面。那在生活上，你喜欢沙巴的是哪一些？为什么你说生活成本低，大概是怎样的低？给我们举些例子可以吗？生活成本低主要是在请人，比如说你请你说说看，我跟你比一比。对，费用没请过，你怎么会没有请过那么便宜的东西？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大概多少钱？因为像我们请菲佣钟点工1个小时是15马币，那我们就每天让他来2个小时。嘎嘎我们请过，大概要20，可能要20多1个小时。20多，对，我们这个还算是比较贵的。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印尼的嘎嘎，就1300左右，1500这样月加的。菲佣因为他领过证，他有那种就是certificate， 就稍微贵一点，可能1800。这边请司机也便宜，如果你请一个全职司机的话，可能2000。
马币。我们这边没有透，没有苍蝇拍去，对，点完之后过路费，我们没有收没有收过路费。对，我有个好玩的，我上次来沙拉越，我一从机场下来，我租了辆车，我跟这个租我车的老板说，哎呀，糟了，我说他居然给我忘带了，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偷。对，东马是完全没有的。那沙拉越的路比较好，我们沙巴的路就比较烂，所以你要有点心理准备，可能会突然蹦一下。你接着介绍一下。这边停车费也比较低了，如果郊区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停车费，如果是在市中心可能2块半、4块钱。那在吉隆坡这个不太可能。2块半是1小时吗？没有，全部就进去出来一次是吧？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差一些的路段，它是按小时来说的，可能是5毛钱1个小时，好一点的8毛1块啊。就我这看停车费越贵，那这个地段一定是越好。对，我们这边也有1块钱停车的，进去出来大概吃个饭1块钱。每次。对，每次吃东西成本怎么样？吃东西其实我觉得跟 KL 差不多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不太去游客去吃，我们都是吃本地人吃的东西。那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看你吃什么。如果你吃那种很普通的反米饭，那就可能10块钱左右，10块钱、12块钱就搞定了。一餐，这是很大一碗。一餐。对。那是要便宜一些。这边7块钱的鸡饭也有。这么来说，我们又讲了教育，讲了请人，大概住房的费用怎样？住房其实跟 KL 差不多，我觉得住房不便宜的意思是？对，不便宜，可能3房就2500左右。OK。如果离学校近的，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家长过来要读中，我们就帮着一起去找房子。如果是要有海景，就大概2800左右到3000、4000以内。要那种超级无敌大海景的，大概就4000左右。大概多少 square feet？ 应该有2000多 square feet。OK， 那有可能就比较大一点的，比较美的那种，就看你有什么需求了。明白。当然贵的也有，但是我们这边如果是租独立屋很便宜。我们上次看了一个3000多 square feet 的独立屋，刚建好的，4500一个月，4房3层，景色也是这边比较美。你疲惫的时候，你看着大海，你的整个就充电，快充，立刻都满了，满格。是很容易看到大海是吗？你的意思是？很容易，基本你在这边只要买公寓稍微高层一点的都有海景。对，所以我就看到你们那边用那个楼王太可怜了，我就说这个跟我们这边的景色一比，真的。这是我知道了，你这边随随便便就都有这样的海景，是吧？但是我们这里要很贵的才行。对，而且我们刚刚带一个家长去看20几层楼，一出来就是看到又有树又有海，2800一个月，3房，带 furniture 就带那个家具的，对他们还嫌贵。吃穿住行 OK， 从比较便宜到略便宜到差不多都有，是吧？那么还有哪些是你觉得沙巴比较独特的，是西马人可能不太了解，甚至于认知是错误的？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更新一下，因为你经常也会发一些，包括有些是用英文的，你也发给我说，哎呀，原来沙巴是这样的，这个我也特别感兴趣，我也想知道。对，在历史书里面和所有的教育的教科书里面，你看到西马跟东马的比例永远都是错的，基本上没有一张是对的。地图是对，教科书上显示的都是西马更大，东马更小。你怎么注意到这个？但其实沙劳越一个邦就跟西马的面积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再加上沙巴其实是东马比西马要大1.5倍。所以在很多教科书上面，大家都以为说西马很大，但其实不是。你在 Google Earth 里面看到的，其实东马更大。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几乎是我所翻到的教科书里面每一页，只要是有2个在一起，都是把西马故意放大。是不是你会觉得隐含来说，有点过于轻视东马了，或者把它的重要程度会有一些打压？不是有一些。是就根本压在地上碾压，放在地上摩擦的感觉。但我们不去说为什么，这我们也不了解。可是东马它有哪些是没有被发现的？它真的是很好，很值得
这个让人感到骄傲、非常值得一提的有哪些？你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做一个普及。自然资源真的很丰富，这边有三油，上面有石油，就挨着文莱的地儿，下面的拿佐那边有棕榈油，再加上一个旅游。三油这三个油对，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就算沙巴，就算现在我们就已经很喜欢了，但是未来的发展它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而且它的人口并没有很多，所以如果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把资源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这个我也听你有提到过，但是我确实没有详细的了解到。对，其实它没有什么计划的，只不过说像东马、沙捞越跟沙巴现在都要把石油的一些权利给拿回来了，因为已经95%的石油给西马已经50年了。沙捞越现在开始人民已经不愿意了，所以你看到国油不是有5000多人就被裁员了吗？OK， 就是这个石油的收入原本是马来西亚可能占1/5到1/4的收入，有80%左右是东马贡献的，就包括了吉隆坡最出名的地标双子塔，它叫做 Petronas Twin Tower。是我们东马这边的民众就说，一个是沙巴捐的，一个是沙捞越捐的。对，而且西马在过去10年，它的石油产量是减了一半，但东马还在发现新的油田，那他又把石油自主权要拿回来一些，那不是说全部了，所以光石油这一项就已经钱会很多，因为你想以前是95%给了西马嘛，那现在可能有一部分是50%拿回来，那就等于说是10倍。这就光钱就已经很可观了。这个你讲的更多是，我想石油资源，那他们又如何使得每一个人他们能够受益？如果说政府很好，但是个人得不到益处，也不能称之为说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对，其实还是要看一个经济的浪潮，它这个浪来的时候，如果是整个都在往上走，那你就跟着一起往上走了。其实我们也是想着说，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就能够产生出那么多的富翁、大富豪，也就是因为中国这个浪来了，它就起来了。但是现在就感觉好像有一点不是说那么稳定，有很多要重新洗牌的时候，那就不是说那么容易去赚钱。但是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至少整个马来西亚是在往上走的，那东马是往上走的坡可能角度更高一点，更快一些。对对，还有其实有一个棕榈油，就不要小看这一部分的收入。棕榈油它的价格在过去1年是翻了倍，还有一些其他的绿色的能源产业也是需要大量的棕榈油，所以我们是很看好沙巴整个经济的发展。绿色产业为什么也会需要棕榈油？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地沟油了？拿去做清洁能源了是吧？对，他们拿去做航空燃油。航油是。对，航空燃油。欧盟那边今年1月1号开始，他们就已经说了，所有在欧洲起飞的飞机必须要加到2%的，叫做 SAF， 就是航空生物燃油。所以如果他没有，他就要不然就不给你起飞，要不然就罚钱。所以大量的人涌过来就找棕榈油，我们这边都遇到好多。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补充。那通过就是说的，就会知道其实沙巴州会发展的很好。具体它怎样造福到每个人，或者说大家如何看待，你会在这个浪潮中做一些什么，也可以来做更多的补充。我再了解一下。对，这边商业机会很多了，因为全部涌去西马了。那对于普通人来讲，那我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我看到这边的商机真的是多到我就完全已经不知道该去做哪一个了。你能具体说看吗？比如说卡拉 OK 好了，卡拉 OK 在中国不是都已经过时了，但在这边，尤其在沙巴可以很贵，就比西马那边要贵很多。你要搬这个商业模式还不能够太先进的，就10年前中国什么东西火，就搬过来，就大概率能够成。对，其实还有很多，而且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读中读完、国中读完这些小孩子，
他很多都是出到国外去读书就不回来了。那他们不回来，其实老一辈他们有一个几十年的生意，但他没有下面的人来传宗接代，下面的孩子不愿意接手。能找到这样子的生意，你接手把它慢慢打理，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去发扬光大一个已经有基础的生意。对，这样子。没错。你们自己就说来2年了，因为你先生也是本地人，我不知道，我听你刚才说你会做一些教育是吧？教育的咨询，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在这里？我们7月份、8月份都有夏令营，都收满了，差不多。对，很多人想要这边过来这边看。对，还有什么？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就不一一讲了，因为有一些还不算是完全成，那就先不跟大家分享了。好，没问题。那如果让你在沙巴和你刚说也喜欢的怡保之间做选择，你会觉得生活在哪里会更好？或者我觉得还是沙巴。怎样比？对。怡保它有溶洞矿坑出来的那个洞穴，这边没有像这么漂亮的溶洞了。但是这边有海，有山，还有燕窝。但是新马那边也有啦。这边还有什么很多农产品，而且我们这边，比如说我在雅比生活，我后山就有一个 uncle， 他就是有机农场。我没事儿就去他那儿买点菜，要不然就去他那儿订点鸡蛋，打个电话就跟他说，我又需要那个鸡蛋，他就60颗就送到我门口。对，有机农场就在市区。城市不像高度工业发达和这些农业会分得很开，还是回到你说自然资源又很丰富，很赏心悦目，是吧？对。我想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人可能都会提到，但你的感受会更深。大家都会觉得在东马，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好，各种不同民族种族之间关系会更好。这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沙巴是怎样的情景？就是像比如说你的餐馆欧卡欧卡，你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华人的食客，是。那在这边你能看到普通的餐厅里面，任何的客人都有。他不会管你说哈拉不哈拉，大家都会坐在一张桌子上面。你能看到一桌人里面有马来人、有土族、有华人坐在一起聊天。在西马，我是暂时没有看到过了，这种场景就比较少见，但是这边是很普遍的。就包括我们在比如说一个猫下面的那个就是小吃店，各种的那种，就是什么档口都有的。就看到各个种族的人，就算那边是有卖猪肉的，他们也不是那么的介意。是，他只要不吃就可以了，是吧？他上面写 No pork 就行了。对，他只要写 no pork 就可以了。这个我听很多人讲过，我上回去沙拉越也是一样的情况。你刚讲的其实已经代表2个事情了。第一，它是很好的象征，如果你不介意，大家都在这儿，我只要不吃这个猪肉，那这已经很难做到，它是一个象征。其实第2个，你刚无形中透露，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大家会聊天。你的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哪怕是陌生人，也可能会相处的关系很自然、很亲近，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对。你不会完完全全感受到这个是一个华人的餐厅，或者是一个马来人的餐厅，或者是一个土族的餐厅，就是餐厅，谁来都行。你如果是穆斯林，很多餐厅都会写着 no pork， 那就进来就好了。那你会有在路上或者餐厅里就和陌生人、不认识的人就这样聊天起来的经验吗？有时候有，但是我一般都是跟宝爸一起，是他聊的比较多，因为他会马来语。OK， 他会，对，他经常就在路上就突然之间，我们那天在路上跑，就突然问到一个 uncle， 你对面的酒店那个停车怎么办？我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他是这个酒店的老板啊？因为那个酒店还在盖。他说，你看他穿的夹脚拖，穿了一个 golf 的衣服，上面一堆的 logo，你就知道他肯定打高尔夫，他大概率是这个酒店的老板。有钱又有闲，都看出来了。对。OK， 真是。对，我们更夸张的是什么？我们问那个 uncle， 你怎么会想要盖酒店呢？他说，我买了这块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就盖酒店了。就这样。OK。对，这边的人普遍东马人有钱的是真的很有钱，而且他有钱的比例，华人有钱的比例非常高。这个在西马我们看到就是有钱人的可能要马来人。我们在西马的时候住过一个Airbnb， 我们在电梯里面遇到了整个 building 的老板，他不是华人，但是很早以前盖的这栋楼，也是跟他聊天，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挺喜欢西马的。但是说
各种怎么讲？比如说我开车出去，我就不敢在吉隆坡，我是完全不敢出去开车的，因为那个路太难走了。知道，我真的适应了很久。不是上面说往左转，你左转就一定是对的。对，他一个左转，他之后马上还有另外一个左转，2个左转的。对。那个 Wave 上面就是讲说要左转，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左。是，我也是一前一后，可能100多米就会有下一个口，有时候会走错。我也是，你们这边很好走这个路。很好走，像我这种方向吃的，我都很难走错。真是，即使林林总总讲的生活中非常具体的，这个给我们做了很多介绍。我要挑战一下，有什么和你原先的想象不一样的，或者你觉得这个沙巴还不够好，有没有这样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沙巴已经是我理想中的最好的宝地了。那它发不发展对于我来讲并不重要。而且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沙巴人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你很难能够保证你工业化之后你的空气质量可能会变差，这边空气质量是真的很好。东马因为它背靠的一整片全球最古老的原始森林，那空气质量是我觉得全球都不一定能够找到第二个地方来代替的，所以就算它没有工业化，我觉得我是完全 OK 的。很多东西我要上网在中国买，寄过来可能要3个礼拜的时间到1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忍受。对，这个非常好，完全满意。他隐含意思说，有些人有可能会嫌沙巴你在工业化，他的意思说不需要，这已经很好了，是能够给到大家的信息。我想要跟你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沙巴它有没有第2家园？就我所知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实施状况是怎样的。它其实年初的时候就可以申请，我一个观众申请了，但是他还差一个文件。那我们认识的那个中介呢，他现在已经有一个从他那边申请的批了，就4个里面他有1个，所以就还算是比较靠谱了。沙巴第2家园，我们本来就是满心欢喜，以为说终于有一个不错的 program 了，但是我们具体这个下来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他要买房是买已经建好50%的，而且它不像西马，你申请之后你有一个临时的签证可以来这边看房嘛，但是这边没有，这边你一定要买完房，这个房还是要50%已经盖好的，你才有资格去递这个申请。这么严格，那像跟抽盲盒一样。非常严格，而且他们说50万的存款是不给你利息的。这个西马是有的，我知道。对，西马是有，但是我们算了一笔账，说你在沙巴省的钱，如果是5年到10年来讲，都不止100万了马币。如果是一家人搬过来，所以总是平衡的。对，是平衡的啦。我觉得沙巴政府也不太想说太多的人来。因为人一多就会杂就会乱，像沙巴这边他是不给孟加拉 Bangladesh 的是完全不可以，旅游签都进不来， Nigeria 也是不能进来， North Korea 也是不能进来，就旅游签都不能，所以他对游客的管理还是蛮严格的，所以治安来讲的话，我可以说沙巴应该是比吉隆坡要好。至少在雅比是这样子，肯定是要比吉隆坡要好一些的。那很多地方都比吉隆坡治安会好一点。非常好，非常感谢Jojo，把这些加起来，我们就会了解说，看来这个沙巴的幸福指数还是要高一点，还是挺高的。对，而且希望我以后也来玩一下。人都躺得比较平，你稍微躺得不平一点，你就是最靓的仔了。对，你稍微努力一点点。一点都不卷，这挺有趣的，真的是想要来亲自看一看，来了解一下，也希望生活在东马的朋友多来补充一下。那非常感谢Jojo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信息，大家也去再多多关注Jojo的频道。那也谢谢 William 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东马沙巴这边的情况。有机会希望大家都过来旅游，那尤其很多住在东马的人，大家就来多多评述一下。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OK 啊。